大 S 的故事裡最令人遺憾的是，她一直在替身邊的人承擔責任，留給自己人生的時間卻很少。2025年2月，她去世後，丈夫具俊曄曾公開表示會把自己的所有繼承權利讓給 S 媽。1年多後，圍繞遺產的報道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版本。鏡週刊稱，大 S 可能在手機裡寫過財產分配想法，提到2個孩子具俊曄和大姐的孩子，卻沒有 S 媽。徐家認為手機備忘錄沒有法律效力，因此沒有照着執行。報道還稱，大 S 的部分收入、海外賬戶和財務往來長期由 S 媽管理，具俊曄也曾被要求簽署放棄繼承文件。妹夫徐亞軍隨後否認了相關說法。另一批媒體則報道稱，具俊曄已經在2026年1月公證放棄繼承，現在準備推翻文件，甚至要爭取孩子繼承的2/3。每個人都在用公眾看得見的行為，證明自己和大 S 的關係最深最真。隨着遺產風波再次出現，2個孩子的現實處境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。誰在照顧他們？誰參與他們的教育？誰能給他們穩定的生活？成年人爭的是他留下的財產，孩子承受的卻是他去世後發生改變的生活。公眾總愛在成年人之間站隊，很少把注意力放在2個需要保護的未成年人身上。在法律和遺產報道裡，孩子代表继承權，回到日常生活，他們需要的是長年累月的教育、陪伴、心理修復和生活保障。繼承權很值錢，可以立刻改变成年人的處境，照顧孩子卻不會立即給任何成年人帶來回報。圍繞孩子的教育安排，現有的公開信息同樣有限。汪小菲稱，大 S 在婚後沒有和他商量，就把2個孩子從原來的國際學校轉到了社區小學。這只是他一方的說法，目前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轉學與具俊曄存在因果關係。國際學校和社區學校也不能被簡單等同於教育的好壞。一段婚姻結束後，父母雙方是否圍繞孩子的教育、居住和陪伴建立過穩定、持續的協商機制？父母對孩子的愛不能代替穩定的生活規劃。他活着時，長期承擔着母親、妹妹和丈夫的情緒與現實需求，還要處理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撫養、住房和家庭衝突。他去世後，身邊的人很快各自進入了一個容易被公眾理解的角色。至少從公開信息來看，沒有誰承擔起他原來承擔的全部責任。具俊曄留下的是哀悼者的角色。他在 Instagram 寫道，所有遺產都是西元為了守護他最愛的家人，用心血換來的，所以我會把我所有的權利都讓給西元的媽媽。此後，他幾乎每天都去墓園祭拜。可他說的是讓給 S 媽，這和法律意義上的放棄繼承並不相同。後來不少律師指出，即使具俊曄放棄繼承，他的份額原則上也會回到同順位繼承人，也就是2個孩子手裡，無法直接給 S 媽。汪小菲重新站到了父親的位置。大 S 骨灰返台及後續安葬期間，媒體拍到他冒雨出現在徐家住所附近，一度情緒失控，這組畫面傳播得很廣。孩子本來就是他的責任，這份責任不會因為大 S 去世後才被公眾看見，就突然變成一種道德功勞。大 S 活着時，汪小菲和徐家不斷爭奪孩子相關決定，他去世後，他反而成了最有法律資格，也最可能長期承擔孩子生活的人。這是一種殘酷的角色重組。他生前試圖擺脫的前夫，在他去世後又成了孩子最無法繞開的監護人。小 S 進入了姐姐去世後無法繼續正常生活的妹妹這個角色，也逐漸成為大 S 公眾記憶的重要講述者。他可以公開訴說自己失去姐姐有多痛苦。我仍然想問，姐姐去世後，他承擔了姐姐原本承擔的哪些家庭責任？ S 媽公開談論的內容，也從失去女兒逐漸延伸到自己的居住、養老和見不到外孫等現實處境。大 S 活着時，是他情緒和生活安全的重要支柱。身邊的人分別需要大 S 做女兒、姐姐、妻子，以及共同養育孩子的母親。大 S 去世後，他們繼續做失女的母親、師姐的妹妹、失妻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。每個人都保留了自己的身份，卻沒有人能成為新的大 S。母親仍在等待別人繼續提供女兒原本給她的安全感。外孫女和外孫所需要的穩定生活，卻沒有天然的盡頭，
也很難立刻兌換成名譽、財產和關注。遺產風波只呈現了他去世後的一部分問題。還要問的是，大 S 活着時，為什麼那麼多責任會長期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？他從小就在家裡承擔保護母親、照顧妹妹的角色。成年後，他在公眾印象中依然強勢，能解決問題，能夠承擔一切。一個人長期被當作最有擔當的那個，家人很容易忘記他也會生病、疲憊，也需要有人照顧。他自己可能也早已習慣用承擔、保護和犧牲來確認價值。很多被視為強勢的人，最難做到的往往是停止替別人負責。他長期承擔着家庭責任，也好像一直在證明自己的選擇沒有錯，留給他自己的生活空間卻很少。以他和汪小菲離婚時的知名度、商業價值和經濟能力，他原本擁有很多選擇。他在婚時，外界普遍把這段關係理解成童話。這段婚姻除了愛情，也被賦予了某種證明功能，仿佛他必須再次被愛，才能證明自己離婚後沒有輸，人生已經重新開始。從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來看，這段婚姻並沒有讓他擺脫過去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。問題不在於他是否應該再婚，而在於新的婚姻有沒有讓他真正退出那套以他人需求為中心的生活。直到今天，還有人反覆追問，汪小菲到底愛沒愛過大 S？ 就算答案是愛過，又能改變什麼？一個人完全可以曾經愛過你，後來又傷害你。承認那些愛存在過，也不意味着必須繼續承受後面的傷害。愛過不能抵消傷害，曾經幸福也不能要求一個人永遠留在已經讓他痛苦的關係裡。至於那些勸大 S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說夫妻過日子忍一忍就過去的人，我甚至不想浪費太多篇幅反駁。男人犯錯叫一時糊塗，女人離開卻被指責不顧大局。一段婚姻能不能繼續，不該被當作最高價值。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沒有尊嚴，孩子看到的是不是一種健康的親密關係，同樣重要。讓孩子長期生活在背叛、爭吵、羞辱和冷戰之中，也不會比父母分開更完整。大 S 選擇離婚，不需要靠汪小菲從來沒有愛過他來證明正確。大 S 的故事讓我一次次想到，人不能讓自己的生活被任何宏大敘事完全覆蓋。家庭也有自己的宏大敘事。一個人長期被要求承擔所有角色，慢慢就不再擁有自己的人生。他是女兒、姐姐、妻子和母親，卻越來越少只是他自己。媽媽的婚姻和情緒，不該由女兒充當丈夫來負責。妹妹成年以後，不該永遠等着姐姐做決定，替她處理後果。丈夫不能把妻子的能力當成無限資源。父親也不能等到母親去世以後，才把做父親變成一種值得表揚的身份。誰的責任，就應該由誰承擔。家庭常用誰最堅強來分配責任，更大的集體也使用相似的邏輯。為了家庭、傳統、穩定或某個更大的目標，普通人經常被要求先犧牲自己的時間、健康、慾望和邊界。宏大敘事未必完全虛假，它的危險在於總能讓個人的痛苦顯得太小，讓一個人的人生看起來可以暫時擱置。可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，一生只有一次，不能被無限期擱置。一個人首先要經營好自己的生活。有沒有對象，不該決定你的價值。男人出軌，也不能證明你哪裡不夠好。出軌反映的是他怎樣面對慾望、責任和承諾，無法定義你值不值得被愛。穩定的安全感來自你自己。即使關係結束，別人變心，婚姻失敗，你仍然知道自己是誰，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，也不會為了證明當初沒有選錯，把剩下的人生繼續耗費在這件事上。關係會變，承諾會失效，身邊的人也可能離開。你為自己建立的生活、能力和邊界，決定了關係結束以後，你還能不能繼續過自己的日子。